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自己明明有梦想、有目标，却总是被生活的风浪困住，不敢往前闯？我们这辈子听得最多的励志成语，一定有这个词：毕业祝福、人生寄语、职场打气，所有人都在用它。但我敢说，大多数人这辈子都误解了它真正的含义。今天这期中华典故，我们就来拆解这个国民级的成语“乘风破浪”。大多数人以为乘风破浪就是胆子大、敢闯敢拼、一腔热血、勇往直前。但2000年前创造出这句千古名句的少年，用一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乘风破浪从来不是勉强，而是隐忍和实力的双重加持。看完这条视频，你再也不会肤浅地只用它来当励志口号，而是读懂它藏在背后的人生智慧。提到乘风破浪，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李白吗？很多人会脱口而出：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没错，李白这句诗太经典了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，李白只是粉丝，而不是原创。李白的这句千古名句是引用致敬前人，真正原创乘风破浪千古誓言的人，是一位很多人并不熟悉的南朝少年名将钟馗。这是实打实有正史、有传记、有完整人生结局的真实典故，不是文人虚构的鸡汤故事。而这句震撼千古文字，道尽所有少年大志，愿乘长风破万里浪。今天我们就结合故事和钟馗的一生，彻底讲透何为乘风，何为破浪。故事发生在公元435年左右，那时候正处于中国南北朝时期，当时的刘宋王朝正处于天下太平、没有战乱的盛世时代。故事的主人翁钟馗还只是一个少年，大概12到13岁的样子。钟馗有一位叔父呢，叫钟炳，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隐士，山水画的宗师。他淡泊名利，品行高洁。他全家的子弟呢，都在潜心的读书，是标准的书香门第。有一天，他的叔父就问钟馗，他将来的志向是什么呀？钟馗就答道：愿乘长风破万里浪。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希望借着浩荡的长风，冲破万里滔天巨浪。当时他的叔父听到这个，就觉得这个小孩子不简单，很惊讶。但是呢，他的叔父却说道：汝若不富贵，必破我门户。什么意思呢？汝就是你，若没有，如果不富贵，你如果不富贵，你这种心气如果不能建功立业、大富大贵，必破我门户，就一定会招灾惹祸、倾覆家门。叔父没有夸奖他有志气，反而直接泼冷水，直言警示。为什么长辈会对一个有志少年说出这么狠的话呢？大家猜猜原因。因为志向远大，心气越傲，如果没有实力来兜底，没有心性来约束，野心就会是灾难。这也是古人最清醒的智慧。这件事过去了以后呢，但是到了第2年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钟弼娶妻，始入门，就是钟馗的兄长叫钟弼。他娶妻的时候呢，
那刚刚这个妻子入门啊，夜被劫，就夜晚就出现了盗贼。钟阙年14，钟阙呢就正好是14岁的时候，挺身拒贼，他就挺身而出去抵抗贼寇，10余人皆披散，不得入室，就10几个强盗都被打跑了，就没有进入家里面，就护住了全家的安稳。这一段故事直接就证明他的志向不是嘴上空谈，他的勇气和本事少年时就已经落地成型。很多励志典故都是年少有志，一路开挂，但乘风破浪的故事全程反套路，极其的真实。当时的时代背景非常的特殊，天下太平，没有战争，整个社会崇尚读书写文章，温文尔雅，所有人都以文艺为正途。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寒窗苦读，修身养性，唯独钟阙不爱经书，偏爱武艺，性格刚直，豪气冲天。所以年少的钟阙在乡里是不被看好的，不被理解的，甚至被议论为异类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不走寻常路，不爱随大流的年轻人，你会觉得他有志气，还是觉得他不踏实，太叛逆呢？放在世俗眼光里，少年钟阙就是不听话、不稳重、不走正道，所有人都在求安稳，只有他想闯天地；所有人都在随大流，只有他想破浪前行。但钟阙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从不解释，从不辩解，不被世俗定义，不被舆论裹挟。少年立志后，他没有沉溺口号，默默的苦练本领，沉淀心性，磨练胆识。14岁退贼是他小事锋芒，成年之后，他毅然从军，奔赴沙场。公元446年，年仅20岁的钟阙以正武将军之职，随军南征临邑。面对敌军无解的象兵大阵，他临危献计，伪造巨师震慑乡群，大破敌军，一战封神。后来他屡立奇功，战功赫赫，最终封侯拜将，身居高位。当年那个被乡人非议、被长辈担忧的少年，用一辈子兑现了那句“愿乘长风破万里浪”的年少誓言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们精准拆解乘风破浪的词义，纠正所有人的浅层理解。它的本意是借着长风之势冲破万里巨浪，奋勇航行，一往无前。它的深层引申的意义呢，是心怀远大志向，不畏惧前路风浪，不惧怕艰难险阻，不盲从世俗眼光，凭借自身实力突破困境，成就大业。很多人以为乘风是运气，破浪是勇气，真正的古文的含义是乘风是顺势而为，把握机遇；破浪是硬核实力，对抗困境。只破浪不乘风是蛮干，只乘风不破浪是跟风。强者顺势而行，逆势能扛。学会了这个词的含义，在现代我们也很常用。我们用这个词来造个句：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，唯有沉淀自己，夯实能力，方能在人生风雨中乘风破浪，奔赴自己的理想山海。这个典故流传千年，早已不只是一句励志口号，而是藏着4条改变人生的道理。
每一条都值得我们深思。第一，真正的大智从来都不合群。当所有人都追求安稳、随波逐流的时候，你的野心、你的不甘、你的远方，在别人眼里就是异类，就是叛逆。但平庸的人才扎堆安稳，优秀的人注定独行。不必害怕与众人不同，不必在意他人非议，坚持自己的赛道，终会冲破风浪。第二，志向越大，越需要实力兜底。这是叔父那句警示的深意：空有野心，没有本事就是祸患；空有热血，没有沉淀就是鲁莽。钟馗敢说破万里浪，是因为他14岁就能独挡群贼，成年能征战沙场。所有让人惊艳的乘风破浪，背后都是默默扎根的厚积薄发。第三，乘风是机遇，破浪是本事。很多人一辈子在等风来，却从不修炼破浪的能力。风来了，普通人只会被浪潮卷走，强者才能借势起飞。机遇永远留给所有有准备的人。所谓好运，不过是实力刚好遇上了时机。第四，不惧风浪才是人生顶级底气。人生在世，风雨是常态，坎坷是常态，波折是常态，没有谁的一生一帆风顺。乘风破浪不是永远顺风顺水，而是哪怕风浪滔天，我亦有能力掌舵前行；哪怕前路未知，我亦有勇气直面挑战。初唐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写下千古名句：有怀投笔，慕钟馗之长风。诗仙李白千古绝唱：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以云帆济沧海。诗圣杜甫的风凄终破浪，水怪莫非闲。无数文人墨客穷尽笔墨，致敬钟馗，致敬这股乘风破浪的少年意气。所以最后送给屏幕前的每一个正在努力、正在坚持、正在学习的你，愿你此生有乘风的眼界，有破浪的实力，不随波逐流，不畏惧风雨，不辜负志向。心有山海，静而不争，乘风破浪，终抵彼岸。感谢观看这一期的中华典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